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原版的地标建筑。看到本期视频的时长了吗？是不是非常良心呀？大家是不是该给个一键3连呢？妈的，这么有出息的东西，哇浪费！舒服了就请给个3连吧，谢谢朋友们。咱们话不多说，正式开始。首先是尸骨，访问它有概率获得一个宝物，你只有20%的几率发现一个宝物，另外的80%是什么都发现不了的。然后是马厩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马盖，不仅可以提升你英雄1周之内的移动速度，还可以免费的帮你升级骑士。接下来是水车，每周的第一次访问可以为你增加一些金币，第1周是500，以后都是通通的1000。1周之内如果有人访问过，你再去访问就没用了。这个是交易所，可以在里面换取资源，相当于一个野外的市场。如果你的市场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，还是交易所里面的汇率比较划算。这个是雪地的特殊建筑披棚，第一次访问它之后会获得少量的资源，数量很少，也就凑合着来吧。然后是水洼，访问它之后不仅可以提升你部队的士气，而且还可以提升你本天的移动距离。这个东西一般出现在戈壁，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。这个是魔法泉，堪称野外版本的魔力漩涡。接下来这个是货车，访问它会获得一定的资源，还有极小的概率获得一件宝物。这个是火神柱，是地下版本的红木瞭望塔，和地上的范围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是地下版本的绘图师，在深渊号角里面由1000金币换成了10000金币。下面的这几个是上期讲述深渊号角地标视频的遗漏部分。首先是这个古油灯，可以在里面招募神怪主，全部买完之后它就会消失。前期开荒如果可以碰见一个还是非常不错。这个是废品商，可以让你的英雄用宝物来换取资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魔法卷轴这种垃圾人家是不收的，看来官方也是认定了这个魔法卷轴就是垃圾。这个是隐士小屋，可以免费的提升你英雄一个技能的等级。如果你的技能全部都学会了，人家就会粗鲁的把你赶出去。就比如现在咱们的英雄已经学不了技能了。然后是这个古宅，是一个守卫非常森严的宝屋，里面的守卫比较简单粗暴，全部都是吸血鬼王，而且一看就是大手笔，一来就是80个。我很反感在上期视频当中，我每个宝物都进去打一架，有人说我水视频，这毕竟是介绍性的视频，咱们最起码得进去看一下这些宝物的守卫它的分布吧。这群吸血鬼王，如果你前期过来的话，那个难度是可想而知呀。我觉得下这个宝物的难度甚至要高于蛇妖宝物和独眼宝物。无论咱们如何操作，这个神怪主是保不下来的，死了就死了吧。吸血鬼欺负一下小弱鸡还行，欺负一下皮糙肉厚的比蒙巨兽显然是没戏。最终咱们在付出了一定伤亡之后，干掉了80个吸血鬼王，奖励也是非常的丰厚。咱们在干掉了他们之后，获得了很多的资源，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宝物。这个宝物除了到大后期之外，你很难做到无损，毕竟你的对手是吸血鬼王。然后是墓室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哇浪费的宝物了。不同墓室的兵力非常的悬殊，多的有10个吸血鬼，少的就只有骷髅兵和强哥。这个比较耳熟能详了，咱们就不进去打了。如果里面有吸血鬼的话，你一般都会获得一个宝物。然后是这个金字塔，在击败了里面的守卫之后，可以交给你一个5级法术。守卫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多，有20个钻石人和40个金人。如果这个金字塔里面的守卫已经被别人打败，你再进去访问的话，会降低你1点的运气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你在打金字塔的时候没有学会高级智慧树，这个魔法你会不会学会呢？很显然这并不可以，你无法洞悉其中的奥秘，相当于你白打了。如果金字塔里面交给你一个雷鸣爆弹或者飞行奇术异次元之门，那就是血赚。如果交给你一个魔法神镜，那好像还是白打了。咱们的运气好像不错，直接交给我们一个飞行奇术。咱们用一下飞行奇术，虽然说对移动力损耗而言还是非常的大。这个绿洲不仅可以鼓舞你部队的士气，还可以提升你当天的移动距离。这个是智慧树，访问之后可以让你的英雄直接升级，一般有3种结果，分别是免费升级、2000金币升级和10个宝石升级。花不花资源要看人家老树的心情。然后是这个幸运泉，也在访问之后有可能获得运气，也有可能获得负运气。深渊号角里面有负运气的设定，这个东西还是一般不要踩为好。这个仙女环倒是可以100%的提升你的运气，你每周都可以访问这个小绿人，访问之后给你5个宝石或者500金币。
然后是这个环通拳，在喝了水之后可以提升你当天的移动距离和士气。接下来这个就是高山堡垒，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标，而且一般而言它的守卫也并不多，可以让你的部队升级，1级兵是免费的，2级兵、3级兵也会相当便宜。由于太过变态，深渊号角把它给默认隐藏了，换成了一个窝囊废版的高山堡垒，里面的升级费用一个字贵，升级一个2级兵都得100金币。然后是野外的酒馆，和城里的一样，咱们直接买个强哥吧。野外酒馆的作用在于可以当场给你的主将配备一个副将。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就知道，肯定有弹幕说这个天鹅湖为什么没踩呢？现在我们让强哥来踩。这个东西在踩了之后会提升你的运气，同时消耗掉你的所有移动点数。接下来这个是蛇妖宝物，里面有很多的蛇妖。一般而言，和其他的宝物一样，里面都是没有升级的版本。你在访问的时候，如果运气实在不好，就会在左下角生成一对升级版本的蛇妖。原版蛇妖宝物是给硫磺的，这显然是一个 bug， 深渊号角给修复了。像这种给单一资源的宝物，他本族的老大需要什么资源，他就会给什么资源。就比如塔楼城的巨人需要宝石，那么蛇妖宝物给的肯定就是宝石。游戏的前期，这属于一个高难度的宝物，还是不要轻易的尝试。在干掉了20个蛇妖之后，我们获得了16个宝石和8000金币。然后是龙营宝物，在击败了里面的龙营之后，会获得一定量的飞龙。这个东西咱们一般叫它鸭子树，里面给的飞龙数量非常多，最少给4个，最多给12个。每击败7.5个龙营，就会给你1个飞龙。这个宝物虽然守军很少，但是要做到无伤还是很困难的，因为龙营这个东西飞得实在是太快了。他们一般会率先行动，然后盯着你的炮灰狠狠地咬。好在咱们带的是比蒙巨兽，构不成任何的威胁。最终在击败了30个龙营之后，我们获得了4个飞龙。然后是情报组织盗贼之家，在里面可以打探到敌方阵营的信息。看来在英雄无敌3里面，所有的阵营也没有自己的隐私。这个是野外版本的黑暗天幕，和墓园的那个大烟筒是一样的。然后是魔法师小屋，访问之后可以给你揭示一定的区域。如果地图上没有魔眼的话，那就是1点区域都揭示不出来。像资源点、兵种招募建筑这种就没有必要讲了啊。现在咱们看到的是黑市，在里面可以花费少量的资源来买宝物。之所以说它们少量，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比宝物商店里面的要良心多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黑市里面的宝物并不可以像宝物商店一样每月的刷新一次，你把它买光了之后，这个黑市就没用了。然后是据点的自由职业者协会，也是有一个野外版本，在里面可以用生物来换取资源。一个稀有资源的售价是500金币，一个木头的售价是250金币。如果直接换黄金的话，会给你打7折。比如咱们的比蒙巨兽之前是3000金币，现在就只能换2100金币，属于是商家含泪赚了900。如果是背景里面你要卖一个比蒙巨兽的话，恐怕你前脚卖完，后脚这个建筑就被夷为平地了。集合齐访问之后，可以提升你1点的运气和士气，同时增加你的移动距离。知道为什么买强哥吗？因为有一些建筑物就必须得让副将来完成，就比如这个勇士之墓，理论上在里面你什么宝物都能发现。如果这个地图设置到那种神奇宝物可以随机出来的话，也是会发现。那么代价就是访问之后下次战斗士气减3，这个东西还是让副将访问比较好。这个就是让神秘书闻之落泪的地标魔警，人家访问之后直接恢复所有的魔法值。接下来是先知小屋，可以获得一个任务。本期视频点赞加投币超过5000，火速更新下一期，奖励大家一个黄金雕像，从里面抠出2块硬币投给我吧，谢谢朋友们。这个是美杜莎宝屋，在击败了里面的美杜莎之后，可以获得一定的硫磺和黄金。美杜莎毕竟是个远程兵，前期打它的话损失也是比较大，而且人家也是肉搏战，杀伤力不减，你派炮灰贴它的话，它也是不怕的。咱们打这种远程兵宝物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分兵，也千万不要像本期视频这样只派1支部队去下宝屋，费时费力不说，还很容易造成伤亡。咱们直接击败了40个美杜莎，咱们获得了多少资源呢？4000黄金和8个硫磺。然后是全游戏里面最窝囊废的宝物——怪物宝屋，它还有一个绰号叫做墓园快乐屋，里面的小怪物最少是100个，最多是400个。如果是墓园城开局，边上有2个怪物宝屋，那真的是馋得流口水。遗憾的是，这个小怪物战斗力过于窝囊废，你即使是击败了400个小怪物，里面的奖励也只能说是微乎其微。在干掉了100个小怪物之后，我们仅仅获得了1000金币和2个水银。
这个是施救宝物，在击败了里面的施救之后，可以获得一定的天使。由于天使的战斗力很高，所以说获得一个天使的难度也是非常的大，每击败50个施救才可以获得一个天使。施救宝物里面的施救最少是50个，最多是200个。这也就是说，里面的天使最少给你1个，最多给你4个。前期开荒，你咬咬牙下一个施救宝物，获得几个天使之后，还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但是施救这个东西移动速度很快，而且战斗力也很高，所以说消灭它们有点难度。咱们击败了50个施救之后，获得了1个天使，不过是未升级版本，升级版本是不可能给你的。然后是这个矮人宝物，在击败了他们的守卫之后，可以获得少量的水晶和黄金。你在打矮人宝物的时候，最能直观的感受到这群矮子真的是太肉了，矮人真的是很有钱呀，获得了5000金币。然后这个是前期打不过，后期没有必要打的独眼宝物。咱别的不说，前期你碰见30个独眼巨人，虽然说人家是隐藏兵种，但是要把你打得哭爹喊娘还是绰绰有余的。独眼宝物只会给你资源，不会给你哪怕1个金币，这也就是后期我不愿意打的原因，因为它不给你黄金。你带100个比蒙来打好像很简单，但是如果你前期没有高级兵的话，你会深深的感到什么是被独眼巨人支配的恐惧。毕竟人家是个6级兵，而且还是一个远程的6级兵，不仅是个远程的6级兵，而且还是一个想和老大抢资源的6级兵，并且这个6级兵在2代、5代、6代、7代都是据点城的老大，一看就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。还是要夸一下深渊号角，深渊号角里面建设独眼巨人终于不需要那20个该死的水晶了。经过一番操作之后，我们成功的消灭掉了30个独眼巨人。消灭了他们之后，我们获得了一笔非常丰厚的奖励。要是干掉你们给比蒙的话，我就是下血本也要把你们干掉。平均每干掉5个独眼巨人，给你每项资源1个。接下来这个是斗士学院，支付1000金币可以选择提升1点的攻击或1点的防御。接下来这个是游戏里面的最强彩票建筑龙之国，里面有绿龙、赤龙、黑龙和金龙，并且龙之国也是游戏里面奖励最丰厚的宝物。这局龙的数量比较少，是2368，守卫最多的龙之国是我们俗称5678的配置，那种宝物可就不得了了。在击败他们之后，奖励是非常的丰厚。击败了他们之后，光是最高级的宝物就会给你2个，里面的黄金更是数不胜数。这些龙真的是非常贪财呀。在不幸的损失掉1个比蒙之后，我们干掉了这群龙。咱们看一下获得了什么宝物。这个宝物妈的真的没出息，给我个漂浮之靴，我靠！最起码要给我一个先知剑或者神域之冠，让我来平复一下情绪。接下来这个是祭坛，可以通过献祭的方式来获取经验。地下、墓园和地狱这种邪恶派系会用生物来换取经验，而壁垒、城堡、塔楼这种正义派系则显得是相对文明，他们是用宝物来换取经验。而要塞据点、元素城、港口这种中立派系，两者皆可。这个学院可以让你花费2000金币来学习一项技能，你的英雄不能学的技能你是不能学的，这像说了一个废话一样，但确实是这样。里面如果出个招魂术，你的英雄是没法学的。这个女巫小屋也是原版的一个雷区了，建议让副将来踩一下。这个是雇佣兵营帐，访问之后提升1点攻击。野外版本的兵工厂可以购买所有的战争机器，分别是弩车、急救帐篷和补给车。一个是射人用的，一个是恢复生命值用的，一个可以让你的部队无限弹药量。你在玩索姆拉到了后期放连锁闪电的时候，非常反感一个全套战争机器的敌人。然后是这个著名的彩票建筑难民营，里面小到农民，大到大天使都有可能出现。不过圣龙这种一般是出现不了的，似乎在最早的末日之刃版本可以出，但是我没玩过。接下来是风车，每周访问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源。竞技场访问之后可以选择提升2点的攻击或者2点的防御，都是免费的。这样一比的话，这个斗士学院就是一个十足的挖囊费。接下来是这个星轴，访问之后提升1点力量。真理之源访问之后可以提升1点的知识。同一个建筑不能重复访问，我想也没有人会重复访问吧。然后是智慧石，访问之后给你1000经验，前期有点用，后期几乎没用。接着是这个幸运雕像，根据你访问它的时间来获得运气或者士气。这个是后期最愿意碰到的建筑，它就是智者图书馆。在你的英雄提升到10级之后，访问就会增加你所有属性2点。如果你有高级外交术的话，你4级就可以访问智者图书馆，以此类推，中级是6级，初级是8级。然后是玛丽特塔，访问之后可以提升1点的防御。
这个是魔法学院，访问之后可以花费1000金币选择增加一点力量或者一点知识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